豪华酒店的房间，地上的衣物凌乱不堪。一伙人突然掀开床上的被子，里面的男女被吓破了胆。混混们纷纷拿起手机拍摄。这些视频一旦发给女人的老公，床上的男人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肖老大拿出一个 U 盘，逼迫男人下载里面的网络赌博软件，并且还要推荐给自己周围的人。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，肖氏三兄弟用当地政商大佬的黑料，牢牢地控制了他们。这些大佬只能无奈屈服，暗地里配合着肖氏团伙发展网络赌博。老陶并没有干过违法乱纪之事，肖老三便拿他家人的性命做威胁。我们都是贱民，孩子好。很快，当地警方也注意到这个快速扩张的犯罪团伙，碰巧红旗也加入到案件的调查之中。然而回到家时，老陶的态度有些心不在焉，迫于肖老三的威胁，他逼着女儿女婿早点离开。红旗立马察觉到不对劲，饭后跟着老陶来到外面，他猜测老陶是不是被威胁，可老陶却不愿意多说。在他眼里，红旗只是一个小警察，他没办法对付肖老三背后的势力。然而红旗相信邪不压正，我不打算回滨州了，我想试试。哎，你可别害我啊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警方接连检查了几个赌博场所，可现场并没有现金或者筹码，赌徒们都是在网上完成赌金的流动，这让警方很是被动。肖家兄弟看着网上不断增加的赌金，内心变得更加膨胀，可这背后却是无数倾家荡产的家庭。红旗判断肖氏三兄弟必不会做长久，他们不过是想在中秋国庆假期里大赚一笔，一旦过了假期，他们很有可能卷钱跑路，到时候证据可能也会被销毁，想再抓他们便是难上加难。就在调查驻足不前之时，警方从另一起案件找到了突破口，一名赌徒自杀身亡。奇怪的是，他名下的房产很快就转移到一个叫罗启慧的女人那里，而这个罗启慧正是肖老二的妻子。李红旗看着那个赌徒的照片，感觉似乎从哪里见过，原来自己之前帮助过一对孤儿寡母，正是赌徒的遗孀。他带着一盒饺子来看望女人，虽然他疯疯癫癫，可红旗却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一点，其实你根本就没疯，对吧？女人一开始不敢回应，只是不停地往嘴里塞饺子，可想起自己的遭遇，她还是痛苦地哭了出来。原来她丈夫郭小军嗜赌如命，不仅输掉了所有积蓄，还抵押了房子。到了催债这天，肖二嫂逼他交托房子，郭小军一看账本，欠款仅仅几天就翻了好几倍。你这脾气也太他妈高了，这我不能认呐！原来当时借钱时他根本就没看多少利率，现在债台高筑却想赖账，结果惹怒了肖老二，被一脚踢飞，最后更是被一拳打在暖气片上。郭小军倒地不起，脑浆都洒了出来。肖老三见状直接用铁链把还没断气的郭小军活活勒死，伪装成自杀的样子，随后逼迫郭小军妻子尽快火化尸体，导致警方也未能发现真正的死因。为了不被肖氏兄弟纠缠，可怜的母亲只能装疯卖傻来保护孩子。根据这些线索，警方开始调查罗启慧，可心虚的罗启慧见到警察就跑，最后慌不择路从2楼跳了下去，一辆汽车躲闪不及。肖老三在得知消息后，担心二嫂会承受不住，最终会把兄弟3人供出来，对着二哥就是一番洗脑，将来有了钱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。肖老二痛苦不已，还是做了选择。